还是撞了他，我把他撞成肉泥，懂吗？不是用钉子扎死他，撞成肉泥，撞成100次都不多。这是红雷哥演技最炸裂的一次，而这部电影也可以号称为国产悬疑之光，因为就连有着超多高分悬疑片的韩国都忍不住翻拍了这部佳作。但就算他们有影帝崔明植坐镇，评分依旧没有超过咱们这部，甚至可以说差了10万8千里。因为韩版那煽情催泪的戏码几乎毁了原版最精彩的反转，而这部国产片就是全民目击。他讲的故事其实很简单，亿万富豪的明星女友被杀，凶手是富豪的女儿，现场监控拍得很清楚。女孩先是和女明星在地下车库发生争吵，因为女明星最近就要和富豪结婚，可昨天竟然被拍到不雅视频，并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于是喝醉酒的女儿为父亲鸣不平，一气之下开车撞向了小后妈，只是女孩到走都不知道，她最后一撞是把对方撞到了墙上，而墙上凸出来的铁钉刚好刺穿了女明星的后脑。由于此案涉及到的都是公众人物，很快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富豪林泰为了保住女儿，找了个从没输过的律师为她辩护。起初律师并不想接手这件案子，毕竟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，几乎没有任何胜算可言。但当林泰出价到3000万的时候，律师还是决定尝试。而就在他和团队商量思路时，一个神秘人突然联系到他们，说他手里有林泰女儿的无罪证据，只要100万就能提前拥有她，并且作为诚意，他还可以等到证据有效的时候再让律师付给他钱。这明显是对自己手里东西自信的表现，于是律师便答应了下来。而当他拿到证据的那一刻，立马就决定改变官司的打法。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时间，检方准备了很多证人证词，势必要把林萌萌杀人的罪坐实。而律师对此回应的却只有3个字：不反对，不反对，不反对。他这种只收钱不办事的行为，让现场的人都认为他是个水货，但根本没人意识到，律师其实是在憋一个大招。当林萌萌要被定罪的时候，他突然站了起来，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。你们都说是林萌萌撞死了女明星，但她的死因却是后脑的铁钉，而铁钉的位置刚好是监控死角，所以这就不能证明是林萌萌害死的她。检察官听后立马喊出自己的第4个证人，而这就是律师等待的猎物。他给林泰做了15年司机，案发当晚本来是要送女明星回家，可女明星在接了个电话后，就骂骂咧咧地朝地下车库走去，还让司机在原地等待。可半小时后还是不见人回来，感到不对劲的司机来到车库，结果却看见了女明星的尸体以及一辆红色越野车离开的背影。司机说，要是当初知道凶手是萌萌的话，他肯定不会报警，毕竟林泰平时对他们一家很照顾，他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。听到这里，律师突然站起身打断，并且一口咬定司机在撒谎。首先他在林泰家里待了15年，怎么可能会不认识林萌萌的车？另外林泰的女友一直很不尊重他，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。司机曾经还当众许愿，希望女明星出门被撞死。而这还不是最关键的，因为老板林泰常年在霸占他的妻子，并且他自始至终都十分清楚，所以当他在看到肇事者是林泰女儿后，就产生了报复的想法。你知道林泰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就是他的女儿，让他的女儿坐牢等于杀了他，这样就可以一解你的夺妻之恨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我就是要报复一个有钱的王八蛋，我就是要让他生不如死。眼见司机的情绪失控，律师开始乘上追击。他拿出了一张照片，因为司机说他当时靠近了女明星，想看看她的伤势如何，但律师却发现女明星手上价值300万的手表刚好不见了，所以他怀疑是司机在偷表的过程中发现女明星只是陷入昏迷状态，这就意味着不能报复林泰。于是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狠狠抓起女明星的头，撞在了后面的钉子上。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反对。辩护人在利用我方证人的口误，反对无效。你彻底的报复了你。虽然你失去了自由，但是从此获得了一个男人的尊严。最终司机承认了所有罪行，案件发生惊天反转，现场一片哗然。而看着林泰被气的话都说不出来的样子，检察官总感觉事情没这么简单，因为他实在是太了解林泰了。他追查了林泰15年，期间上过3次法庭，但每次不是有证人当庭翻供，就是第二天冒出来个替罪羊，最后只能是无罪收场。所以这次在面对这只老狐狸，检察官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有买通证人的嫌疑，于是立马着手调查。结果还真找到了2个关键信息：司机不久前查出了癌症晚期，林泰最近还给他转了200万的巨款。一个将死之人为了钱顶罪再正常不过了，但不正常的是，这笔钱的转账时间是16号，女明星出事的那天却是20号，也就是说整整提前了4天。难不成林泰还有预知未来的能力？这显然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买凶顶罪并不成立。于是检察组又传唤了司机妻子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妻子竟然主动承认了这笔钱的存在，还说这就不是给司机的，而是林泰送给他的。我愿意伺候你，因为有钱可挣。司机正是发现了这笔钱，才彻底觉得自己窝囊，况且他马上就要死了，这笔钱也就没有了他的份儿。所以当一个这么好的报复机会摆在面前，他自然是不会错过的。这下可好，本来是想找司机被收买的证据，
结果却加重了他杀人的证据链。可即便是这样，检察官依旧认为这是林泰的阴谋，直觉告诉他司机一定是林泰给女儿找的替罪羊。但凡事得讲究证据，眼看着明天就要开庭判决，他们这边却没有任何线索。而就在这一筹莫展之际，检方突然收到一条匿名邮件，对方说用手机拍下了监控死角的视频。当他们打开一看，瞬间愣在了原地，因为录像中林萌萌的确不是凶手，但凶手也并不是司机，而是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林泰。他不仅杀了女友，还让女儿顶罪，简直是禽兽不如。检察官终于抓到了他的把柄，可就在他迫不及待的要把视频交给法官时，视频竟然被病毒软件删除了。而现在已经开庭，他没有时间再去询问神秘人，唯一的办法就只有靠诈。他知道林泰极其自负，是个非常好面子的人，于是他就故意使用激将法，问林泰如何看待女友的绯闻事件，还有那一段被媒体爆出来的不雅视频。起初林泰并不想面对这个问题，但检察官明显不想放过他，依旧在不停刺激着他的神经。你想跟他结婚的这个女人，她爱你吗？爱。如果爱你，为什么她一再和其他男人出现绯闻？又在纠缠这个问题，审判长，知道媒体怎么评价这个案子吗？一顶绿帽子引发的血案，爱人红杏出墙，对男人来说往往是奇耻大辱。你如何面对这种背叛？他背叛我，他敢吗？照你这个说法，潘金莲虽然勾引了西门庆，但也并不代表他想背叛武大郎。案发前2天，他为什么向一个既没有钱又没势又结过婚的男人奉送了自己？我警告你，你不要再说这个。我来告诉你原因。当一个人长期吃不饱，就只能去别人家蹭饭。于判，这是事实。此时的林泰已经接近红温，因为这场庭审是全程直播，面对的可是全国人民。也就是说，他不行的事儿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。但检察官觉得这些还是不够，于是他又在火上浇了一把油。请问林老板，那绿帽子是谁给你戴上？你搞错了，我没有戴绿帽子。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分手，我甩掉你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你女儿为什么要去找杨丹？那是她的事情。因为她实在无法容忍自己父亲的懦弱。懦弱？你说我懦弱？但杨丹却当着萌萌的面再度侮辱了你。那是她侮辱自己。案发当场，杨丹明明用手指着你的鼻子骂道：“我不做你的林夫人了，怎么样？”对不起，我告诉你，那是因为我在车里抽了她2个耳光。她下车之后继续辱骂你，所以我开车撞了她，我把她撞成肉泥，懂吗？不是用钉子扎死的，撞成肉泥，撞成100次都不多。你不是公正吗？哎，检察官，不是公正吗？审判长，何以庭？他才是本案的真凶。啊！林泰这才发觉自己说错话了，他想为刚才的激动反驳，但事情已成定局。哪怕林萌萌一直在强调父亲不是凶手，林泰还是难逃被抓走的命运。而他花重金请的律师，从头到尾却一直保持沉默。但这并不是他认输，而是他故意这么干的。他就是要让林泰进监狱。原来就在这次开庭的前一天晚上，律师又收到了一封举报信，就是林泰杀人的那个视频。虽然他平时为了钱能帮别人做假证，但面对一个自己杀人却让女儿顶罪的畜生，他实在是不想帮这种人辩护。可作为律师，他又不能揭发自己的当事人，因为那样就跟自毁前程没什么区别。于是他才把视频发给了检察官，想利用他的秉公执法来上一手借刀杀人。而为了不留下把柄，他还提前在视频里植入了病毒，只让检察官看清林泰的丑恶，不让他知道自己的存在。案件到这里终于告破，林萌萌也被无罪释放。然而就在所有人为此感到开心时，律师和检察官却同时陷入了困惑。律师是因为在发现林泰是真凶后，专门找过一次林萌萌，想的是让他直接在法庭上翻供，没必要为了这样的父亲把自己的大好青春浪费在监狱里。可谁知林萌萌听后却非常反对，甚至一口咬定自己就是真凶。起初律师只以为这是个傻孩子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林萌萌当时的态度并不像撒谎。现在出狱后的他也并不高兴，莫非这里面真的还另有隐情？与此同时，检察官也有着同样的怀疑，因为在林泰被带走的时候，林萌萌一直在强调不是这样的。林泰见状则显得非常着急，甚至还说了句不着边际的话：“我会死在龙背城，我会死在你手里。”啊！这句话说完，林萌萌就突然冷静了下来。所以这并不是因为林泰着急瞎说的，那么他到底包含着什么信息，又或者隐藏着什么秘密呢？还没等检察官搞明白，律师这边就提前有了新发现。他对比了案发现场的监控和神秘人给的视频，结果很快就从里面找到了破绽。在地下车库的同一个位置，监控里的司机走路明明迈的是左脚，可视频里他迈的却是右脚，这就说明林泰杀人的视频是伪造的。这一切很可能都是他设的局。果不其然，律师经过调查发现，林泰在女儿出事之后曾购买了大量二手车，另外还请装修公司在偏远老家改造了一间仓库。当律师赶到的时候，法庭这边已经准备给林泰判刑。眼看着时间不多，律师一脚油门就冲了进去，结果他整个人都傻了。只见仓库里竟然跟案发现场一模一样。原来当得知了林萌萌撞死女明星后，司机就主动提出帮他顶罪，一是为了感谢在他查出癌症晚期时，林泰不仅没有赶走他，还慷慨地送了他200万安家费；二是因为司机夫妇从小就看着林萌萌长大，早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
又怎会坐视不管呢？于是众人便商量了一个计划，他们先是在仓库1比1复制了案发现场，然后又找身材样貌完全匹配的演员，重新拍了一遍案发经过。只不过这次的结局是司机弄死的女明星。随后林泰又跟司机的妻子拍了张亲密照，故意透露出花边绯闻，好给司机一个充足的杀人动机。果然，第一次庭审人们都把司机当成了凶手，但唯独检察官不相信。他自认为很了解林泰，但林泰又何尝不了解他呢？所以当初拍视频的时候，林泰故意多拍了一条。他知道司机这条线坚持不了多久，更何况他也不忍心毁了人家的名声，所以唯一能让检察官远离自己女儿的方法，就是把凶手换成他自己。换成了你，他就会相信。那辆撞死杨丹的红色的卡宴颗粒和方向盘上留着林泰的指纹。除了指纹，晚饭的时候我也恰巧对杨丹亲热。经法医鉴定，案发当晚杨丹的脸上、脖子上也留有林泰的指纹。何谓真相？你相信它是真相，它就是真相。他才是本案的真凶。何谓真凶？在大家心目中，也更希望我是凶手。综上所述的所有细节都符合林泰杀人的逻辑。就这样，林泰扛下了所有罪行，如愿保住了自己的女儿。而当得知真相的律师赶到法庭时，现场早已空无一人。他找到狱中的林泰，想要免费做他的辩护律师，只为给这个伟大的父亲翻案，但林泰却直接拒绝了。现在以前，所有人都没有。人生在世，总有一些东西避免。律师又找到林泰的管家，问他为什么没有拆掉仓库，可管家却说他在冥冥之中希望检察官也能找到那里。而此时检察官虽然扳倒了林泰，但他心中一直在想着龙背墙。为了搞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他放弃了同事给他准备的庆祝活动，因为他听说龙背墙不是一堵墙，而是林泰老家的一座山。于是他来到这里四处打听，最终在一位老者口中终于明白了林泰这句话的意思。传说在很久以前，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龙王，因闯下弥天大祸被天庭追杀。老龙王为了保护孩子，竟然冒充小龙王接受雷电的击打，眼看着父亲被烧得遍体鳞伤，小龙王悔恨万分，冲出来就要承担一切罪责。而老龙王为了让他封口，直接一头撞向了身旁的金刚臂，死去之后尸体便化作了龙背山。从这之后，小龙王幡然醒悟，从此一心向善，从未再惹过事端。故事听到这里，检察官终于弄明白了一切，他也找到了林泰伪造的案发现场。而也就是在这时，林萌萌突然给他打来电话。原来回到家的他也和小龙王一样醒悟，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。他知道父亲的真正意义不是给他自由，更不是苟且偷生的机会，而是想通过这件事让他重生。或许小龙王最惋惜的不是等老龙王撞死后的悔悟，而是没能在老龙王生前让其看到自己的改变。所以林萌萌才找到检察官，说出了所有真相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配上父亲对他的爱。